好，我会用一整篇的篇幅说它的缺点，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贬低它，而是让你搞清楚自己适不适合买这个。那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我先自证，就是自我证明一下，我自己在拍短影音的工商，甚至有收费的工商。考虑到不想太高调，不想被注意到的时候，我会改用 Pocket 3拍，所以它其实帮我赚了不少的钱，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。你现在看到的这几个影片都是我用 Pocket 3拍的，所以这个设备对我来说使用率真的非常高，我也很喜欢这个设备。可是创作者都在用，不代表它真的好用，也不代表适合你用。其实我觉得它超级不好用，是不好用非比不好用，画质好，容易带出门，不代表它好操作，它真的很不好操作。我发现它最适合的场景是户外，又需要一定专业的拍摄。反过来讲，室内有点不适合，随手记录有点不适合。我会一个一个讲我目前遇到的难点在哪里。先讲族群，第一种最不适合的人就是不擅长学习3C 产品的人。你说我有热情啊，我可以学。我拍过一只教学懒人包，我拍过中焦模式怎么用，但 Yuki 在我身边断断续续用了它快1年，还是常常忘记某些重要的功能在哪里。反而 FX3 这种滚轮很多的相机，它比较容易上手。尤其在韧体一直新增功能之后，它就更难用了。你会很常去误触到像是中焦模式这个方形，还有可以改变润或上下俯仰的这个旁边的 bar。不熟的人可能会因为忘记怎么用，在摸索的时候错失重要的画面。所以我很希望 DJI 可以在设置里面新增一个懒人模式或是隐藏模式，让这些功能可以选择性的开启或关闭，这样比较不会有新手会误触的问题。现在如果你买了 Pocket 3，你一定要很常用它，它需要点时间去学习。所以第二种不适合的人，就是身边那些完全没有用过的人。当你要请不管是路人还是你的朋友临时接过去帮你拍个东西录个影，那他很可能不知道云台要怎么转向，会去误触到中焦模式之类的。以下是身为10年资历的摄影师都常常操作不好的地方，请你一定要注意。首先是机身收音是立体声，就是它这两边都会收到声音，这样会让它收到的声音听起来更立体，音场更专业。但在生活 vlog 这反而变成是一个小困扰。我最近拍摄不止自拍的 vlog 就会有很高的频率，左声道右声道忽大忽小不一致的情况，因为有时候是这个人在说话，有时候是这个人在说话，变成我后置要一直去分段填补音量，不然你听到的 vlog 声音就会好像斜斜的，有一个斜感。很多人在那边狂按喇叭，在那边叫嚣，像主流世界末日。很多人在那边狂按喇叭，在那边叫嚣，像主流世界末日。希望之后 DJI 可以出个开关，把它变成单声道吧。Mic 2的降噪开启也不太稳定，我很确定我没有误触，好像你重开 Pocket 3待机太久的话，重新连到麦克风的时候，它的降噪会被关掉。蓝灯表示蓝牙模式，绿灯表示 2.4G 赫兹模式，黄绿色才是开启降噪。如果你要开降噪的话，一定要注意你的灯号颜色在录影，不然你的底噪会听起来不太一样。还有一个小麻烦，就是黄绿色的灯是开启降噪，这代表你现在看不到它到底是蓝牙还是 2.4G 赫兹，你看不到蓝灯或绿灯。如果麦克风一直连不到讯号的话，记得短按开关机键，开关降噪，确认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连线。再来是线位跟摇杆逻辑的复杂，我有时候要请别人拍我自己的时候，我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教对方，或是跟对方沟通要怎么用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 Tail Down， 我突然蹲下来要对方一直拍我，手机或是一般相机就是直接扣下来就好。但 Pocket 3会需要在压低相机的同时推这个摇杆，加速避免线位卡住镜头。你如果直接这样子的话，它镜头有可能会卡住。这种很即时感的运镜在 Pocket 3的拍摄会变困难很多。一个单纯拍 A 点 pan 到 B 点的拍摄，用手机可能就是这样子。就可以轻易解决，但在 Pocket 3上却可能摇了大半天，它都没有停在理想的位置，需要一点时间去熟悉跟练习啦。那第三个的话是相机的颜色性非常奇怪，除了没有外置白平衡感测器，机器的自动白平衡是偏橘红、偏橘偏红的。好处是整个画面会偏暖，相对讨喜，但坏处是人脸的肤色表现会看起来比较蜡黄，好像我的健康状况很差。
也可能我本来就不太健康，但这个黄在后期是不太好救的。如果你已经拍完了，你可以试试看我的方法，就是先将整体的白平衡往蓝色拉，然后再把饱和度补回来一点点，看高光有没有过曝，可以稍微压制一点点高光，之后再去色轮把中间调往红色的对面拉过去一点点，再回到 Color Curve 色彩曲线那边，用滴管选脸部，把脸部的色彩饱和度拉掉一点点。记得拉宽一点点，会看起来比较自然。大部分的时候它表现还不错，但当颜色性不好的机器遇到颜色性不好的环境，就会大崩溃。常见的场景就是室内照明，像是我去电影院、去餐厅、去派对活动，你会看到，就算我照我刚刚的方法处理了，颜色依然没有白天那么理想。所以你可以准备一个小的 LED 灯，没有要业配啦，我不讲是哪个品牌。甚至最客家的方式，你拿手机开着闪光灯。用来补光也可以，尽量避免颜色性不高的问题去影响到你的成品。然后还有一个隐藏的致命颜色，就是紫色。遇到紫色的光源，请你一定要小心的确认画面，它会在画面亮部产生一个颗粒般的残影，然后你就会看起来好像脸很油。我很确定这不是只有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有注意到其他创作者的作品里面有相同的问题。所以你们自己也要注意一下，避免紫色的光源。那到底谁适合买？我觉得摄影师跟自媒体创作者很适合买。摄影师尤其是用过3轴稳定器的摄影师，你在操作这个设备的时候，会有很多相似的学习直觉，会有一些熟悉感，是你操作稳定器的方式可以直接在这个东西上面去使用。自媒体创作者透过 Pocket 3还有它的无线麦克风，就能得到不错的画质跟不错的收音。这样也很适合买，但低光拍摄，尤其是室内，一定要注意好补光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害怕会打扰到身边的人，不敢补光的话，像我跟朋友去昏暗的酒吧，他拿闪光灯在那边全开拍路人，我都觉得哇，我没办法。那也许你会想要一些外露白平衡的设备 ，Action 5 Pro 就有一颗，那 Go Ultra 也有，专业的相机当然也有，就不会去选目前这代 Pocket 吧。我觉得 Pocket 3依然是我工作上非常常使用的工具，在这个体积下得到这样的画质、收音品质，还不太会有电子增稳的那种鬼影。毫无疑问，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利器。但我也因为它吃了很多次亏，像我去澳洲碰巧拍到有人在天空用飞机写字求婚，可是我的 Pocket 3就很突然卡到线位，它整个大抽筋，它就原地在那边转来转去，只不过2-3秒的时间，但是人家已经把字写好了，我整个漏拍过程，哇，超级气。然后拍一些工商想要塞一些去摇镜头的画面，也会常常甩不太准。当然，我遇到的障碍不一定算缺点，我只是分享给你们知道，说我个人在使用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困难。事实上，这也不会是阻止你买的理由。你可以同时用很多设备啊，你可以同时拥有很多的设备，成为器材王指日可待了。你们使用 Pocket 3还遇过哪些不太好用的地方？可以分享给其他想买的人知道，也许会帮他省下一笔钱。或是我们干脆一起等 Pocket 4吧，我好像看到照片了。有成功帮你选购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们的留言都是我创作的动力。就这样，我是詹冰冰岛来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